我们这堂课是 EE2030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啊。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堂课的上课的情况。我是赵启超啊，然后我 email 是 ccc@ee.nthu.edu.tw 啊，然后分机是3158，我的办公室在台大馆863室。那通常你找我比较容易的方式是写个 email 给我啊。然后我们这堂课是礼拜三跟礼拜五的10点到12点。那我的 office hour 是礼拜三的2点半到4点半啊，在863台大馆863。或者如果没有这个时间不方便来的话，就写个 email， 先写 email 给我们约个时间啊。然后会有助教，然后会有助教的 office hour，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再公布。那这堂课在教什么啊？我们基本上是在讲这个线性代数啊，那是线性代数的第一堂课啊，所以大概要教的东西大概就下面这个啊，所以我们一开始会从解这个线性联立方程式开始，然后从解线性联立方程式从这个 Gaussian elimination 高斯消去法，然后就会到这个矩阵的好几个 subspace 啊，然后就会介绍这个 vector space 向量空间的定义，还有 subspace 的定义。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定义内积，然后就会有 orthogonality 啊，就类似中文也许类似垂直的意思。然后再来就会讲到这 determinant， 就是矩阵的行列式值啊。然后这是前面的一大半啊，前面一大半大概到这个 determinant 这边大概都是跟解线联立方程式这样子下来的啊。那后面一部分就从这个 eigenvalue、eigenvector 开始，就主要就是矩阵的对角线化啊 ，diagonalization。然后主要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跟 eigenvalue、eigenvector 有关的部分，然后最后就讲这个线性转换啊，然后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前面大部分的向量跟矩阵都是实数的，那最后我们就会稍微介绍一下复数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学期的情况，然后用的课本是这个 Gilbert-Strain 这本书啊，是这本书。OK 啊，我这个是硬壳的，所以是蓝色。你们这个paperback 的是黑色的。然后是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 啊，然后是这个2009第4版的。然后我们教的内容大概对应到书的内容啊，大概这个是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第6、第7啊，大概这样子下来的。然后后面有几本这个参考书啊，那第一本是这个 Gilbert-Strain 的另外一本书，是他比较早期的书啊。那另外再来这同样3个作者这2本啊，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这个稍微的差异啊。这本书就是有些课是用这本书，这本书是比较从抽象的观点来讲东西的啊，后面会稍微讲一下从抽象观点跟从矩阵的出发点来讲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他同样这3个作者同样2本书，那第2本书就从这个矩阵的观点开始讲啊。那还有另外一本这个 Leon 的书，这本也还蛮简明清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主要会用这个Strain 这本书，那必要的时候会补充一些其他东西。好，那我们教学的方式啊，就是这个线性代数有不同的教法啊，比方说我以前30几年前在学线性代数的时候，或以前在教线性代数的时候，都从这种类似 abstract algebra 抽象代数的观点在教啊，就是从vector space 的定义，然后它有哪些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出发，从抽象的观点可以教到什么东西啊，然后就 subspace 教 span 教这些东西教下来，全部是从抽象观点出发，定义，然后证明定理、系理这样证下来。然后它的好处是这个应用范围会比较广啊，因为整个是从抽象观点出发，很多东西都是这些抽象的定义的例子啊，那会比较一个完整的数学的方式啊。很久以前大家都是这样教，那后来在这个1993，美国在线性代数有一个 Circular Study Group 啊，他们就开始，因为时代在变，学生的情况也在变啊，他们就建议了另外一种方式，所谓的 Matrix Oriented Course 啊。
那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先从这个解线性人员方式开始啊，因为可能解线性人员方式很多同学以前中学都学过了，所以从这个你会比较熟悉，然后慢慢我们解线性人员方式就会带出来矩阵的相关的 subspace， 然后我们看了这些例子以后，然后再讲抽象定义，这样会比较容易懂。就等于你先看到了例子，再讲抽象定义，然后再从抽象定义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例子，这样你会比较容易清楚啊，就比较容易了解。并且有的时候从抽象的观点来教，并不是所有同学的抽象的思考都是那么好，所以可能会把有些同学一开始就吓到了啊，就好像觉得这个线性代数很难。其实这线性代数并不困难，并且很多应用啊，所以对很多不同领域的同学而言啊，用这个 metric oriented 的方式在教会比较容易懂啊。也许有些同学会觉得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不是用传统数学的这样子。abstract 的定义这种开始，但会比较容易懂，尤其对第一堂课的话啊，就第一门课你第一次学线性代数的话，会比较好，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们大概会用这种方式啊，那就跟选的课本有关啊。就我刚刚讲说，比方说我们这本课本就类似这种方式教Strand 的教的方式，书的方式大概都类似这种。比方说这本书就是从传统的数学的抽象的方式那样教的啊，所以大概是教学方法的不一样。那这也是逐渐在变化啊。那现在比方说在台湾教线性代数的也都有两种，大概就是两种方式啊，所以可能会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大概是采这种方式啊。好，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线性代数要教什么东西，那大概有什么应用啊？线性代数会应用在很多地方啊，比方说它本来是数学的一部分嘛，所以很多它从单纯数学的观点而言，后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需要用线性代数当基础。还有在很多自然科学、还有工程、还有 computer science 里面都有应用，还有一些 social science 啊，尤其例如是经济学方面的有些的东西都有线性代数的用。那下面只是几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graph 跟 network 啊 ，graph 就是图形啊，就是通常有数学上有一个理论学问叫做 graph theory 啊，叫图论。这里面很多东西，比方说表示一个图的方式，用 adjacent symmetry， 用 incidence symmetry， 都是会有一个矩阵开始，然后再描述这些东西。然后你从graph 的方式描述一个网路啊，所以这个就很多在 graph 跟网路上面的应用就可以用到线性代数。比方说，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 Google 你都知道吗 ？Google 的 search engine， 你打一个 keyword 上去会有很多排下来，对不对？那哪一个排第一个，排第二个？它有一个 algorithm 叫做 page rank 的 algorithm 啊，那个 page rank algorithm 就跟我们线性代数里面后面有一部分东西有关系，跟你算这个 eigenvector 有关系。OK 啊，然后比方说这个 Fourier series 啊，傅立叶级数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把这个函数看成向量，然后在一个 orthonormal basis 上面展开的方式来看啊，那可以用线性的观点来看。比方说这个 coding theory 啊，这是我专业的本行，就是错根热码。错根热码很多东西都是用线性代数来描述了，很多 code 性质都是线性代数的观点来看。例如这个影像压缩啊，就你有一个很大的影像档，怎样把它压成很小的，那有很多种压缩方式。有一种压缩方式叫 single value decomposition， 我后面会学到啊，什么叫 single value decomposition， 它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你就可以压得比较好。那很多系统理论，很多系统我用这个 state space 的表示方法，就状态空间的方式来描述它的时候，它会变成有很多矩阵跟相关的东西啊。所以你描述这个系统可不可以被控制，可不可以被观察，就跟这些相关的这些矩阵的性质都有关系。还有 computer graphics 啊 ，computer graphics 很多时候你一个物体3 dimension 的物体要从不同角度来看它，你基本上就要把那个东西投影到那个观点去看。所以里面就有很多这个转换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东西，还有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学很多的解，你可以把解看成是在一个 basis 上面展开只是这时候的向量都是函数那还有很多统计上的应用，比方说 least square 的东西，还有这个linear programming 叫线性规划就是一种 optimization 优化的一种方法。那它是线性的，那线性里面就有很多用这个矩阵在描述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取最大值或最小值，在一些有限制的情况下。另外就一些 game theory 博弈理论，还有这个 economics， 尤其计量的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用数学的部分有牵扯到很多线性代数的。另外有一些这个工程上的，比方说 Carbon oscillation 跟 heat distribution 这个里面都有一些
牵涉到一些 symmetry、positive definite 的矩阵的东西有关系的啊。所以这是举一些小例子。那这是个基本课，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有运用到啊。